所谓好好聊一聊，就是只用你的法器，将我像待宰杀的牲畜一样五花大绑吗？哎呀，面对将这廊丘搅得天翻地覆的影之大能，我一个弱女子总不能毫无防范吧？放心吧，你会适应他们的。还真是张口就来。你既不是什么弱女子，我也不是什么大能，至少现在还不是。我本以为你会是一个更加狡黠或粗野的存在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挺率直。别装了，戚用，你早已知晓我的存在。你是唯一一个看破我真实身份的人，甚至早于虚掩这个七术之手。你是在说什么时候？是你混进努特里斯科家宴会的时候，还是你潜入互助会偷看他们禁书的时候，亦或是在琥珀街大恐慌的那天，你窃听我和白吉谈话的时候？难以置信，那个时候连我都无法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作为影的意志诞生于世，而你却说我在那个时候之前就已经。你弃用之术阿杰塔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被一只怪物用看怪物的眼神盯着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并不是什么未卜先知的仙灵魔怪，我只是拥有比这个世界的众生稍加深远的视野罢了。虽然这与我如何看破你的身份确实毫无干系。视野？看来你是对前一个话题更感兴趣的类型呢。那么就让我这样概括吧，虽然目前似乎难以涉足，但在名为世界的孤岛之外，的确存在着一片浩瀚的海洋。海浩瀚无垠，远非小小的廊丘所能比拟，更何况在这无尽的海中，还包含着无以计数的其他孤岛。你是说，在廊丘之外，还有许许多多像廊丘一样的世界？多到超乎你的，不，应该说，超乎所有生灵的想象。不过，于视野而言，这仍然不是重点。除了岛之外，海中还存在着真正重要的地方，就让我们叫它大陆吧。那里是文明赖以扎根的基石，是一切历史和传承的原型，也是唯一值得严肃对待的信标。奇怪，你不像那种会因为一些模棱两可的论断就异想天开的人。我也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商贾啊，经手的物品可不仅仅只有孤岛里的寻常货色。关于我的事，你也是从这些天外来物里得知的？算是提供了一些启发。这样说吧，在被我称为大陆的那个世界中，曾经出现过许多和影在类似的异象，或者说全能。在相关的记载中，这些异象最终十有八九都演化出了自己的意志，虽说促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尽相同。魁情夺理，如果你真的不存在，那我反而要更惊讶一些。你还真是个可怕的女人。鉴别真品和俗品的能力，可是成为一个成功商人的必修课呢。那么，我们是不是终于可以进入正题了？
哦，阿杰塔，你用如此独特的手法将我擒住，不会就是为了向我普及一下廊丘的天文地理知识，再借此自夸一通吧？那自然不是。我说过了，我是生意人，我愿意在你身上付出时间，当然是为了和你做点买卖。买卖？你想和我交易？没错。为表诚意，我可以先展示一下我能为你提供的商品。不需要。哎呀，先别急着拒绝嘛。你刚刚说我是唯一一个看破你真实身份的人，对吧？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如果这样的人再有一个，情势会如何发展吗？自从琥珀街大恐慌以来，白吉深感自责，一直在廊丘四处奔走，探究那场灾难带来的影响。起初，他只是以为影灾受到了失控星之环的催化，变得更加狂暴而难驯。但最近，他已经隐隐察觉到事情不止于此。他本就是天资聪颖之人，即使不像我一样借助外来的知识，恐怕也已经渐渐看清了藏于表象背后的真实。一旦他知晓了你的存在，那又如何？虽然我此刻还很弱小，但凭他，凭你们，可无法将我彻底消灭。哼，这倒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回答。你说的没错，玉影七术打从一开始就因为其行使力量的方式而不可能凌驾于你。七术的全能无一不来自影中，就如同那街头巷尾渐渐盛行的围棋一般，乃是无中生有，化虚为实。可另一方面，虚就是虚，实就是实，被化为实物的影子，总有一天也要以归于虚无的形式回归平衡。用生意场上的话来说，就是无论怎么高筑债台，钱总有一天是要还的。而那债主嘛，自然就是影的真身，也就是你了。我们是在借用你的力量与你抗争，虽然这导致你暂无全能可用，只能以影中怪物的形态存在，但终有一日，我们仍需还债，而你只需要耐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，就可以成为最后的赢家。既然你明白这些，那又谈何交易？很简单，因为你害怕白吉。即便是在这种看似稳操胜券的情况下，你仍然害怕那个男人，害怕他可以想出什么意料之外的法子，剥夺你的不死，将你从世界上彻底抹去。就像那天在琥珀街，他曾2度将你的身躯摧毁一样。哦，对了，为了进一步展示我的诚实，我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准确的信息。没错，白吉确实有一种方法，可以将你从廊丘完全攘除。雨吗？如若真有神明，这可是你们为那孩子留下的锤炼之泪，又或是
不屑一顾的唾弃。为何总是功亏一篑？为何总是事与愿违？与其如此，不如让他到最后也不要显露什么特质，就这样，作为我的徒儿，无忧无虑的活下去。天，何其不仁！看来你对自己的新身体很满意。的确不算坏，如此我便能瞒天过海，自然谁也不会再怀疑你，谁也不会再过多关注你。你只需要耐心蛰伏，等待自己胜利的那天到来。阿杰塔，我再确认一次，在你去往海中寻找大陆的期间，助你看管保护肉身，这就是你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回报，对吗？没错。硬要说的话，倒是还有一件事。当我最终离开这座孤岛的时候，你不要加以阻拦。我本来就无此意。不过，阿杰塔，在其他树都绞尽脑汁想要将我驱除之时，你却只想着一个人夹着尾巴逃跑，这或许并不高明。哼，我倒是没看出来，你居然还有分析人心的功能。我可是在为你担心。我不会阻拦你离开，但白吉他们或许并不欣赏你的旅行计划。我终将离开廊丘一事，白吉早已知晓。不如说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要把你留下来，行使我弃用的权柄。甚至于许多种意义上，这对于他们来说都反倒更有好处。没关系，想要理解这一点，你或许还要把自己的思考技能多磨练磨练。毕竟你的生命形式与我等相去甚远，更何况保持与人类之间的差异，对你来说大概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无论如何，之后的事我就预先拜托你了。我的分身绝